今天再来修一台 L3，是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蒙古国小哥寄过来的。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蒙古国的小哥寄过来的飞机，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纸条，但是这个纸条的话呢，它是把我们淘宝店铺上面的一些话术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信息，基本上没啥用。看一下它的机器，把东西先全部拿出来吧，遥控放一边吧。这个后臂这里这个地方掉了，前臂啊，左前臂断掉了啊，这个地方看得到。打开一下，其他地方其实看着还算好。问了一下他问题啊，他是说炸机以后就不能开机了。抖音上面看到我的维修视频，觉得我们很专业，远在几千公里之外寄到我这边来维修，感谢这个蒙古国小哥的信任啊。先通电看一下啊，是什么个问题？开机音乐有了，哇，我去，闻到一股糊味，赶紧关机，有点尴尬啊。云台没烧吧？我靠，赶紧不要通电了。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啊！开玩笑了，这真的是。希望呢，这个云台相机这边没被烧掉啊！赶紧拆开看一下。这个有撞击的痕迹啊，非常明显，两个撞击的痕迹在这里。他就告诉我开不了机啊，他没告诉我开机会有糊味啥的，先看看再说。这个已经被拆过了，那原厂的胶都没了啊，已经被拆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在当地就已经修过了，看一下先吧。核心板直接拆下来，这个味道好像是从云台里面散发出来的，还真是从云台里面散发出来的。首先它这个机器其实刚开机的时候就不对啊，一开机风扇马上就狂转，开机音乐来得太快了，正常来说它会过一会儿才会有开机音乐，它这个开机音乐一下子就有了，这个也是不对的。看一下这个板，除了这个位置有焊过一条开机线之外，其他地方像没有被动过。其实这个板子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是个弯曲的啊，刚好就在云台的那排线座子下面，这里已经变形了。可能视频底下看的不是太清楚，我这样去看的话还是看得比较明显了，已经弯曲了。直接把这个屏蔽罩子揭开看一下啊，刚好这个下方啊就有相机处理器，里面应该是没有被动过的。先看一下相机处理器，因为它这个离相机处理器最近嘛，弯曲的地方你看这个明显是弯曲了，边上就是相机处理器，我们看一眼，这个芯片已经裂开了。应该是这个板弯曲变形，受到外力影响，这个芯片裂开了，怪不得刚刚那个云台那里会有一股烧焦味道，那原来是这个相机处理器这样子肯定是短路了嘛，肯定是挂掉了，不用看了啊。最关心的就是 CPU 在这个位置，离这个相机还挺远的，希望它没事啊。如果这个 CPU 也不行的话，核心板就报废了，非常关键。CPU 看着还好耶，相机字库我也要看一下，如果万一换核心板也好，搬板也好，这个相机字库里面的相机数据需要提取出来，擦干净看一下啊。这个相机字库看着还好，先不着急测啊，这是好的核心板，把它装上去测试一下它其他功能是不是好的啊，然后再做定夺。只接一个电条板的排线，看一下，别的先不接啊，看一下是不是正常。那看到没有？这样才是正常，风扇不会这样子狂转的。关掉，然后把剩下的排线也接好，看一下它的报错情况。A few minutes later， 哎，看来云台感觉好像是歪电机烧掉了嘛，但是现在整体还是有力的，不知道是因为没标定的原因还是什么。打开看一下吧，趁着开机的间隙，我给它翻转过来看一下，还能自稳呢。那打开遥控了，这个是英文吗？好像看着也不像是英文呢，俄语吗？先对个屏，我看一下它的报错。我去，它这个
他这个我看不太懂呢，本人英语学的不怎么样啊，我换一个我们自己的遥控来吧。A few minutes later. 看一下报错，传感器异常，下视传感器异常，这些视觉的报错都是正常啊，因为它的视觉的数据啊跟我这个核心版里面的数据它不一致，所以会报错，这个是正常的啊。再看一下有没有云台电机过载，感觉像是 Y 电机挂掉了啊，不过这个问题不大，到时候大不了给它换一个 Y 电机得了。云台俯仰还能控制，看到没有？看一下拍摄是不是正常啊？我看一下啊，对焦、变焦、第一个头、长焦啊，正常的啊，因为距离太近变啊，问题不大。云台顶多就是 Y 电机有问题了，没有别的报错了啊，关机。A few minutes later. 花了一点时间检测了一下，并且呢与这个客户也沟通了，决定呢给他做一个斑板处理啊。为什么是做斑板处理，而不是说单独把这一颗相机处理器换掉呢？因为这个 PCB 板变形了。如果说我拿一个一样的 E3T 的相机处理器换上去，很有可能导致这个相机处理器很多角位会悬空，换了也是白换。把损失减到最低的办法啊，就是斑板。在斑板之前呢，我们先要确定两个事情。第一，这个 CPU 是不是好的，并不是说你表面看它玻璃没有裂，它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啊。第二，跟 CPU 相关的这个智库芯片是不是好的？这个智库芯片它在这个位置，离这个变形的区域非常远，所以它坏的可能性是非常低啊，就当它没坏吧。我们现在首先是要确认这个 CPU 的好坏，先对它进行测量，测量它的供电点位，找出它的供电点位，看有没有明显的短路，在确定没有明显的短路的前提下，我们再进行斑板处理。拿出我们的万用表，打到2极管档啊，测量对地阻值。我已经提前看好点位图了啊 ，CPU 的几个供电点位共有3个电感啊，3个电感给它进行供电的，主要是测量这3个电感有没有短路。正面的这个电感，测一下啊。它的对地阻值是4，如果这个时候有兄弟用风鸣档去量的话呢，它会滴滴滴的响，很多兄弟就以为它短路了啊，其实并不是。4的话，这个阻值正常，因为这个 CPU 的内阻本来就很低。好，画一面。还有哪2个位置呢？好，这2个电感也是 CPU 的供电，散热规制先弄到一边。好，测量一下。10暂且算它正常啊，待会儿我们用毫板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最后一个电感就是这个32，应该也是正常。我们现在把毫板拆下来啊，这是一块飞丢板啊，是不能正常用的。上面的 CPU 跟智库挪到这块板上面来，实现了一个斑板处理啊。切开屏蔽罩子，坏的板上面这一路的供电对地阻值是4，然后我量一下毫板上面毫板反而还更低，只有2，也正常。2的话也是有阻值在的，板有问题，有些线路断开的原因导致这边的阻值还更高，这个没问题啊。这边一个电感，这边是6，刚刚那边量到的是10啊5，正常的啊，因为这个 CPU 的内阻本来就很低。这边是15，刚刚量的是32啊，都正常，只要坏板的阻值不比这个毫板更低就行了，高的话正常。这边是6，这边也是6啊，这边是5、4、3、2啊，都正常啊。拿出台夹啊 ，CPU 这一面呢，先给它盖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先干智库，导热规制先处理掉。这个屏蔽罩有点遮住这个智库，我们用这个斜口钳给它夹开。反正这个板是报废了，所以随便夹一下没关系。为什么要先弄这个智库呢？这个智库没办法直接通过测量对地阻值去确定它的好坏，所以的话呢，直接把它拆下来，因为它比较容易拆一点啊。我们先确定好智库好还是坏。如果说智库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没必要去拆 CPU 了啊，拆了也是白拆。
封腔温度260度左右。刀片啊，先把它的边胶先除掉，先把表面的散热硅脂先把它彻底清理干净。用这种小风枪嘴啊，不要用大风枪嘴，用小风枪嘴，260度，风速30，先预热。2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 沿边边去刮掉它底下的黑胶。因为我这一步的操作呢是保芯片啊，不是保底板啊。底板的话呢，你随便刮啊，无所谓。A few minutes later. 换成这种大口径的风枪嘴啊，进行拆除，温度380度左右，风速大约是40。风枪啊，旋风、直风都可以啊。我现在用的是直风。A few minutes later. 周围小零器件啊开始融化，锡开始可以动的时候啊，尝试往里面撬。撬的这一步非常关键啊，尝试把刀片往这个芯片的底下插啊，有松动的迹象啊，赶紧插进去。旋转加热吹啊，不要停。旋转加热吹啊，一直往里面插，插进去，然后平平的端起来，就这样子。把这个智库芯片进行处理，用这个台夹给它夹住，稍微有点紧就可以了，不可以太紧。加点焊油，刀头烙铁，温度345度。进行换锡处理。黑胶啊，烙铁头给它脱掉啊，但是脱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是湿滑的啊，要不然的话会把这个芯片脱掉点的。A few minutes later. 周围黑胶给它处理干净，拿出刷子加洗板水，把芯片的表面进行清理一下啊，先清理一遍。这时候拿出我们的吸气带。把焊盘脱平，温度稍微开高一点点，360度左右。把它焊盘脱平整。清洁棉进行清洁，沾洗板水啊，一样的进行清洁。边上有点掉漆，这个没关系啊，没有影响。还有一丁点那个没处理干净的胶啊，也给它稍微处理一下。把芯片拿下来，反面也给它清洗一下，把边上的胶也刮干净。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o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对这个芯片进行直吸处理。直吸之前呢，我们的钢网啊，这些孔一定要是保持干净清洁的。现在我再对它进行清洁一遍，用洗板水刷也可以的。桌面要是平整的啊，不能有异物啊。对好孔位，拿出锡膏。这个锡膏正常情况下它会很湿，我们不能让它太湿了，所以的话用纸巾啊给它吸干。尽量吸干一点啊，用手轻轻的按压住两边啊，然后去刮锡。刮锡也是一样的啊，不可以太大力啊，就是把它刮均匀就可以了。用这个镊子平平的压住，温度300，风速20。颗颗饱满，粒粒圆润，把这个芯片拿下来。啊 ，OK， 自己掉下来了。给它放到台架上面，重新上点锡，让它归一下位，风速调高一点，30-40度，给它归一下位。冷却差不多啊，把这个芯片也洗干净。把这个掉漆的地方呢，打点滤油啊。绝缘一下，给它弄均匀一点啊。打这个滤油呢，不可以弄得太多啊，薄薄的一层。然后用紫光灯给它固化。
拿出我们的编程器，对这个智库芯片进行读写，能不能读取到里面的数据？可以读取到，基本上问题不大啊。按照正确的角位啊，三角形所指的地方是第一角位啊，刚好对应这个芯片的原点啊，扣下去，装上。编程软件打开。编程工具跟编程软件的用法大同小异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可能界面不一样，但是它的道理是一样的。打开之后呢，点这个 eMMC， 点开，它默认的是 ISP 啊，我们现在不是 ISP， 我们是用的座子，所以的话我们要选这个座子啊，点 C 看啊，查找看一下啊，10个角位全部 OK， 再点搜索。OK 啊，分区全部都出来，然后看一下分区表啊，这个 CPU 智库的分区表，需要保留的是它哪些分区呢？啊，主要是这个 CALI 啊，也就是它的视觉，万一不行了坏了啊，把这个视觉数据提出来，它的视觉还能装到别的飞机上面去用。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视觉数据先给它备份一下，备份的话就点读取 read 读取啊，找一个文件夹啊，比如说就存到我低盘的123这个文件夹里面，点 Save 保存，已经保存完了啊，速度非常快。如果说要写入啊，就点这个 Write， 一样的操作很简单。那我刚看一下啊，有没有保存成功？低盘刚刚的这个123文件夹就在这里啊，这个就是刚刚保存的啊，大小是16兆。刚刚检测的那个智库芯片没问题啊，现在我们看这个 CPU 旁边的残留散热硅脂啊，再给它清理掉啊，再清理干净一点。在拆之前呢，我们先对这个 CPU 做一个防护措施啊，拿出我们的高温胶带啊，整个玻璃面都给它覆盖掉啊，对它进行一个保护。预热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就用手摸这个板子的边上啊，都感觉到有点发烫了啊，就预热到差不多了啊。现在是去除边胶啊，这个没有零件的地方我直接拿镊子也是 OK 的啊，注意是平平的去刮啊。A few minutes later， 边胶处理的差不多了。换成这个大口径的风枪嘴啊，温度380，风速40，旋转加热。A few minutes later， 周围的锡开始融化了，我们就可以尝试啊，刀片从这个边角撬进去啊，不要从中间，从边角。好，平平的啊，平平的插进去。好，像翻书一样的翻过来，先放一边去。处理这个芯片呢，反面呢它是玻璃的，不可以放到这种很硬的这种台架上面去处理。我们用一个软的垫子也好啊，高温垫也好，或者是种纸巾都可以，就给它放到纸巾上面进行处理，跟刚刚智库一样的操作，先给它进行直吸，换低温锡处理，加焊油。温度的话呢，345度吧，345度。可以弄一大坨锡在上面啊，没关系，先弄一大坨锡。这个镊子稍微夹一下，不要让芯片到处乱跑就行。先整体进行一遍换锡处理，边换锡呢，边把上面的黑胶给它脱掉啊。A few minutes later， 反面的黑胶处理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这个边胶啊也要处理一下，这个边胶。A few minutes later， 再用洗板水啊把它表面刷一遍，把正反面都处理一下。胶处理完之后呢，然后给它做一个上锡处理，拿一个台夹出来，轻轻的给它夹住。这是报废的芯片，焊锡，剪一截焊锡下来啊，就这样子放到上面，压上去。温度380啊，风速40多啊，给这个芯片上锡啊。这样上完锡之后呢，待会我们直锡就更好直。机锡带给它焊盘给它脱平，温度360。清洁棉沾洗板水进行清洗。
把反面也清洗一下啊。清洗完之后的效果啊，焊盘处理平整啊，清洗完之后的效果。拿出专门的直吸台啊，专门给这个 H6 CPU 直吸的。直吸之前呢，要确保这个钢网啊每个孔啊要清洁干净。清洁好之后，然后给它擦干，最好是用无尘布啊。我现在没有无尘布，用纸巾代替一下。芯片放到这个，你们要买的话，上淘宝去找就有了。把孔位对齐，吸干之后开始上锡了啊，均匀的刮。平平的，力道不要太大啊，这样子刮出来那个锡球才会均匀啊，它不会说大的大小的小。用镊子啊，轻轻的压住啊，让它平整。温度300度，风速20多。OK， 搞定。一般我的习惯呢，就会将这个 H6 的处理器呢2次直吸，因为这个钢网啊，它其实它这个点的大小啊稍微小了一点点。2次直吸的话呢，是让它的锡球再稍微大一点点，安装芯片的时候啊就不容易悬空。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啊，仅做参考啊。等它冷却一下，再进行2次直吸啊。刚刚是第1次。A few minutes later. 进行2次直吸。一样的操作啊，不要太大力，刮均匀就好。OK， 搞定啊！把这个芯片拿下来，放到我们的台架上面啊，风速40，让它归位。放一边先冷却啊，我们先清理钢网，把这个直吸板也清洗一下。A few minutes later. 把这个芯片清洗干净啊，刮，清洗干净。拿出我们的清洁棉，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底下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什么脏东西，还有异物之类的，要处理干净才可以啊。直完球之后的 CPU 颗颗饱满，粒粒均匀，看一下啊。好，这个芯片就搞定了，放一边先。处理底板，这个呢是一块我们好的底板，带锁的 CPU 跟智库拆下来，先要处理它的散热硅脂啊，跟刚刚拆芯片是一样的操作。CPU 跟智库的散热硅脂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之后呢，做一个高温隔离保护啊。待会儿我们高温在加热 CPU 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旁边的芯片会爆锡，我们做一个保护措施，先把它隔离起来。A few minutes later. 其他芯片的周围啊，钻一些孔啊，让它透气啊。待会儿高温加热的时候，这些高温的气体要有地方出来。用台夹啊，把它夹起来。这个位置呢，也跟刚刚保芯片、拆芯片的时候一样的操作，先预热，预热之后除边胶啊，这个操作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A few minutes later. 边胶处理完之后，就直接拆芯片，温度也是一样的，380啊，风速40一样的。A few minutes later. 刀片啊，从边上慢慢插进去。OK， 起来，应该是没掉点的啊。现在我们来处理焊盘，用低温锡拖一遍。烙铁温度的话，可以调高一点啊，400多度都可以，因为这个底板它耐高温，你温度低了是拖不动的，甚至会掉点，所以这个时候烙铁温度要高。拖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因为周围有很多小元器件啊，如果说你拖的时候不小心的话，一下子那些小元器件就被你全部带走了啊，所以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顺带把黑胶可以刮掉啊。A few minutes later. 接下来就把这个焊盘啊全部给它拖一遍啊，拖平它，用吸带，再加点焊油。
拖的时候啊，一样的要保证是丝滑的状态啊，不能说拖得卡卡的。如果说你拖得卡卡的，那就非常容易掉点了。拖得很卡，那一般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你的黑胶没有处理干净，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温度啊不到位。A few minutes later. 清洗一下这个焊盘，清洁棉啊，沾洗板水来清洗一下。用手去摸一摸这个焊盘，如果说是很平滑的一个状态啊，那说明问题不大。如果说还有很多毛刺，那说明还要继续拖啊。像我这种情况，我现在摸上去它是有点毛刺，所以的话，这个焊盘还要继续处理，重复刚刚的动作。A few minutes later. 焊盘处理完毕了啊，有用点是一个都没有掉的啊，元器件周围元器件也完好，这个 CPU 的焊盘就处理完毕。我们再来看一下智库的，就跟刚刚操作步骤一样的啊，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啊。A few minutes later. 智库这个底板已经处理完毕啊，有用点是一个都没有掉啊，掉的全部都是空点。我们把所有的高温胶带全部拆掉，现在把所有的高温胶带都除掉啊。A few minutes later. 把残留的黑胶先处理一下，这周围都掉了一些黑胶，刷子稍微刷一下。不着急装芯片，就这种状态也可以单板开机看一下。正常来说，它会也是有一个跳变的电流啊，只是说它检测不到 CPU， 有个跳变的电流，大约是0.3到0.4安左右啊，它会跳变的一个电流，看一下。如果说是这种跳变电流的话啊，说明我们的底板处理的就没有问题啊，可以继续往上面装芯片了。现在我们焊一根开机线，焊开机线接好。大家来看它的电流啊，看有没有一个正常的跳变啊。在不装 CPU 跟自固的情况下，现在开机。啊，大家看电流，跑，继续跑。好，400多。好，有来回跳变啊，看到没有？说明这个底板是没问题的啊。关机，那我们可以放心的往上面装芯片了。现在给它放到台架上面啊，开始装芯片。这个我也纯属于赌一把，就算我测到这个 CPU 那个供电部分没短路，也并不代表它的功能是好的，50%的概率它是好的，属于赌一把啊。风速40啊，温度300，底板先预热，一样的，预热到用手摸边上的时候都感觉到发烫啊，预热到位了，上焊油。焊油的话呢，不多不少 ，OK， 就这个量。把角位对齐，把核心板放平。这个 CPU 的4个边角都有4个白色的框框，正好在这4个白色的框框之内啊，这个芯片就是放正了。风枪旋转加热啊，随时观察这个芯片的周围。当这个芯片周围的焊油在往外冒的时候啊，时机就差不多了啊，然后尝试去推一下芯片。啊，它有个回弹的动作，看着啊，它有个回弹的动作，啊，说明就 OK 了。焊智库芯片，趁热直接焊智库芯片啊，都不用预热了。拿出我们的智库芯片，找到第一角位给它放好。中途呢，可以在边上加点焊油，因为这个焊油我加的少，可以中途再加点焊油。四周如果有焊油再冒出来的话，就时机差不多到了，推一推啊，轻轻的推，对，有一个明显的回弹动作。OK， 现在就是给它散热啊 ，CPU 跟智库都已经更换完毕啊，现在先不着急上机，我们一样的单板看电流，看能不能跑上去啊，开，跑，再跑 ，OK， 没问题了，哇，非常爽啊，成功了啊！还原一下啊，稍微搭一下装机，看一下，看能不能对平。高温胶带给它撕一下，屏蔽盖子装回去，这边屏蔽盖子给它稍微还原一下啊。A few minutes later. 稍微装一下啊，开机，对个屏试一下。那云台刚刚也动了啊，开机音乐有了。好，现在遥控打开了啊，我们来对个屏试一下啊，长按对屏键，熟悉的音乐来了啊，来对屏，好，已经对上了啊，
有报错正常，那个相机数据我还没写过去啊，基本上没问题了。由于时间关系，这个换机壁啊这些我就不再拍了啊，这个机器就基本上已经修好了。这位蒙古国的小哥啊，运气不错，翻版成功了啊，为他挽回了一点损失。视频制作不易，希望大家一键3连，感谢。